这是哪里？我不是死了吗？恭喜宿主穿越并觉醒作死回归系统，只要宿主满足以下条件即可获取奖励。宿主需在古代异世界死亡，自杀老死无效，死亡时声望越高，回归奖励越丰厚。奖励预览：现金100亿，复活币乘1，永生体质。100亿永生，只要死一次就能获得奖励。这哪是穿越，这是去进货啊！大前皇朝是吧？暴君奸臣是吧？我来了，请务必弄死我！陛下，北方蛮族寇官，军费吃紧。臣提议，即日起京城百姓赋税加30%，百官俸禄减半，以充军资。魏相，京城百姓已是食不果腹，再加赋税，怕是……哼！陛下是在教老臣做事。若无钱粮，蛮族打进来，这皇位您坐得稳吗？您不妨问问，看看这满朝文武对此是否有异议。异议者完全可以站出来与老臣辩驳。哈哈哈哈！看来满朝文武都很赞同老臣的观点。完美，完美的送死机会啊！这时我只要冲上去骂他祖宗18代，他肯定当场砍了我。100亿，我来了！我反对！哦，你是何人？我乃监察御史苏长歌。魏无忌，你这老匹夫实在是欺君太甚！你名为宰相，实为国贼。蛮族寇官就是因为你克扣军饷，如今你还要加百姓的税，你这不仅是在吸百姓的血，你是在掘大钱的根！疯了，这是疯了！还不动手，是不是骂得不够狠？好，上现代知识点。君为州，民为水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你今日加税，明日便是民变，哪怕你有100万大军，也挡不住这天下悠悠之客。混账！怎么心中装着天下？来了来了，要来了！是凌迟还是斩首？求求你快点儿！魏贼，今日你杀了我一个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，动手啊！别犹豫！我看你印堂发黑，今日不杀我，你必后悔。对，此人仅仅是个7品御史，哪来的胆子？他身后定有高人指。哈哈哈！好一个水能载舟！你笑啥？倒是让人砍我呀！本相最欣赏有骨气的人，你以为我会杀了你，成全你的忠名吗？别啊，相爷，你是奸臣啊！奸臣怎么能不杀忠臣呢？传我命令，苏长歌直言敢谏，但其行可嘉，该赏。陛下，此人是个人才。不如让他去大理寺，专门负责审理那些案子。大理寺那些案子背后牵扯无数，苏长歌去查必死无疑，但至少能让他今天活下来。准奏，赐苏长歌金妾。等等，我不要金妾，我要死！你们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啊？果然是忠臣啊！那个老狐狸居然不上当。没事，他把我调去了大理寺，听说那里全是权贵子弟的案子。很好，既然朝廷杀不了我，那我就去惹那些权贵。我就不信这大前朝还没人敢杀我苏长歌。陛下，此人太狂妄了，狂妄！这叫孤勇，满朝文武皆是尸位素餐，唯有他敢将心照明月，传令隐卫，暗中保护苏长歌。怎么感觉背后凉凉的？不管了，回家翻翻刑律，看哪个罪判的最重。苏少卿，这案子碰不得呀！这女子死时身穿红衣，头颅被斩，怨气极重。上一任查这个案子的官员回家就疯了。当前任务调查红衣女尸案，死亡率预测90%，涉及灵异诅咒与高层权贵。90%，稳了。咦，不对啊，大人何处不对？是不是鬼魂显灵了？你们看，尸斑呈暗紫色，沉积在背部和臀部，说明死者死后长时间保持仰卧自适。但卷宗上说，尸体是在河边被发现的，当时是俯卧在河滩上，这说明河滩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死者是死于他杀。大人，此事不可再调查下去了。像我等人微言轻，再追下去怕是要牵连自身啊。既然是被人杀的，那就更好办了。这花瓣是大人，这是紫玉兰，名贵的很。京城里只有礼部尚书王大人的后花园有这种花。礼部尚书，检测到目标，礼部尚书王安，权势滔天，家养私兵，好，太好了，这就去送人头。大人，你要干什么？那可是尚书府，我等惹他就是死罪啊！我要的就是死罪，带上人马，走。终于再见了，大钱。你好，我的席梦思。就这样走了，岂不是便宜了这个王八蛋？算了，先解决小的，老的自然要找我报仇。站着！王公子，
那晚她穿着红嫁衣是去找你的吧？她怀孕了，想让你纳她为妾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你们在争执中推了一下，然后她撞到了假山上？她的血溅在你脸上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是热的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逼我的，是他逼我的。我靠，你这就招了！你他娘的是个反派富二代啊！你应该嚣张跋扈的命令手下砍我啊！你的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？苏大人，这个孽障就交给你处置了，还不退下？我们走。大人，再怎么说我也闯了您的府邸啊，这也是死罪啊！快继续下令杀我，为了您的面子。苏大人单枪匹马在尚书府门前，仅用3言2语就击溃了凶手的心理防线，让礼部尚书当场认栽。如今全京城都称苏大人为苏青天，通灵。哼，哪有什么鬼神？那是他洞察人心，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死者，敢得罪正二品尚书。你究竟想向朕证明什么？证明这大钱还有救吗？陛下，那苏长歌赏把西域进贡的天蚕软甲赐给他。拿去垫桌脚。少爷，这可是保命的宝贝呀！我不要保命，大理寺没法待了，这里的人心理素质太差，一吓唬就招供。不行，我得换个思路。既然讲道理他们会怕我，那我就选那不讲道理的人。那些搞迷信的，听说国师明天要在广场表演下油锅神技，嘿嘿嘿，我要去砸他的躺子。我就不信那帮狂热的信徒不把我撕成碎片。国师法力无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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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师法力。天降灾害于大前，贫道今日便要亲自下油锅，为百姓洗去罪孽。哇，神迹，真的是神仙下凡！就这，放到前世，也就是初中化学题的水平。少爷，咱们回去吧。这国师真的有法力啊，那是滚油啊！法力个屁！不过这帮信徒看起来很疯狂，如果我现在冲上去揭穿他，亵渎他们的神灵，这帮人肯定会把我撕碎。完美！慢着！妖道休要骗人！大胆，竟敢惊扰国师法驾，杀了这个亵渎神灵的狂徒苏长歌！贫道乃是受天命，天命你大爷！这油锅是假的，敢不敢让我试试？难道这小子看出来了？不行，不能露怯。凡夫俗子，落入油锅，必化为白骨。苏大人若要试，生死自负。乡亲们，如果我下了油锅没事，就证明他是骗子；如果我但凡有一点异样，请大家不用客气，直接把这高台拆了，用乱石砸死我这个亵渎者！怎么还没洗澡水热？这添加剂兑多了吧？这怎么死得了人？不行，既然烫不死，那激怒这些人，让他们打死我！我要表现得更嚣张一点。哎呀，好凉快啊！国师，你这油怎么还有股饺子味儿啊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放的是陈醋，虽然不烫，但也会刺痛皮肤啊！他怎么还一脸享受？这就是普通的醋，这就是个江湖骗子！来，骗子，我都揭穿你了，你快拿你的桃木剑捅死我！看我三昧真火，烧死你这个妖孽！鬼火，你是鬼火，妖术啊！这是白磷，烧，快烧死我！等等，如果被国师当妖孽杀了，算不算完成任务？系统说要算声望值。少爷小心，快把衣服脱掉！鬼火上身，苏大人要危险了！隔绝氧气，磷粉就磷粉，还说什么三味真火？国师，你初中化学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？油锅伤不了他，鬼火也怕他。他说那是磷粉，那明明是仙术。苏大人才是真神，那个道士是假的，他敢骗我们！打死这个妖道！退钱！退钱！别过来！苏大人救命啊！保护苏神仙，别让脏血溅到苏大人身上！别保护我，我也想被踩死，让我进去带我一个！苏青天万岁！苏神仙万岁！保护苏大人，将妖言惑众的国师拿下！为什么还不如让我死？这届古人太难带了。就这样，苏长歌在朱雀广场揭穿了国师，现在全城百姓都视他为神明。陛下刚刚下旨，封苏长歌为太子少福，教导皇室子弟
格物致知之学。国师是先帝留下的毒瘤，利用迷信敛财，连我都动不得。苏长歌这一手看似鲁莽，实则是用极其高明的手段，从根源上摧毁了大钱的信仰基础。捧着他，让他去折腾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给这个死气沉沉的大钱带来多少惊喜。新任务解锁：教导太子。若太子学坏，或因为你的教导导致国家动荡，你将被皇室处死。教坏太子，这个我擅长啊！今天第一课，我们不学四书五经，我们学火药的制作与应用。来，谁想把皇宫炸个窟窿？老师，我想。各位殿下，把手里的《论语》都扔了，那玩意儿能救大钱吗？不能。今天为师教你们真理，这叫艺术。老师，这黄粉、黑粉和白粉混合在一起，能吃吗？吃？不，这东西能让你们见祖宗。只要这帮熊孩子在皇宫里玩火药，把房子点了，我就能以教唆楚军玩火自焚的罪名被拖出去砍了。口诀记好了：一硝二黄三木炭，加点白糖大1万。老师，那我们现在就试试。是，必须是。地点就选在离御书房最近的御花园，炸得越响，为师走得越安详。殿下，记得把引线留长一点。老师，您离远点吧，这么近看起来很危险。怕什么？为师要近距离观察艺术的诞生。离远了还怎么被炸死？快点，点火！3、2、1，带我回家。陛下，蛮族骑兵彪悍，我军甲胄难挡，损伤惨重啊！地龙翻身了，还是蛮族打进来了。陛下，不好了！苏少府带着太子在御花园把假山炸飞了。炸飞假山，人力岂能为之？为什么？这都死不了！保护陛下，拿下苏长歌！陛下，臣有罪，臣教唆太子玩火，再毁皇家园陵，惊扰圣驾，这是谋逆啊！快，不管是诛九族还是凌迟，臣都认了，别走程序了，直接动手吧！父皇，不要杀老师，这简直太好玩了！苏爱卿，这是你弄出来的？是啊，这就是祸国殃民的妖术，快杀了我以正视听！陛下，此物威力巨大，开山裂石如探囊取物，若是将此物用在两军阵前，蛮族的血肉之躯如何能……苏大人，此物何名？配方几何？啊，这叫黑血药。不是，你们关注点不对啊！我炸了御花园啊！炸得好，假山年久失修，早已无用。苏少夫饰演神器，乃是为了大钱江山，何罪之得？传旨封苏长歌为神机营提督，兵部、工部全力配合。我要坐牢，我要砍头，这东西很危险的，会炸死人的。苏大人，老夫果然没看错你，你不仅有治国之才，更有安邦之术。你放心，工部最好的匠人随你调遣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大钱不能没有你啊！还不把刀撤了？若是伤了苏大人的手，你们10个脑袋也不够砍！造孽啊！我只是想当个坏人，怎么就成功臣了？虽然是安全规范，但里面却藏着爱民之心。苏长歌，你口口声声不想活命，行事却处处为大钱续命。你究竟是上天派来的神将，还是单纯想引起朕的注意？陛下，今日听闻苏大人在神机营大喊，为了陛下，我要造出最强的烟花。为了回家，我要造出最强的烟花，把自己送走。烟花吗？他倒是有心了。传令下去，过几日的中秋宫宴，让苏爱卿来安排。朕倒要看看他能给朕什么惊喜。看看这氛围，多丧，多晦气。
陛下看到这灵堂一样的布置，不得当场赐我一杯毒酒？陛下驾到！苏长歌这是在诅咒大钱吗？好机会，参他一本。陛下，中秋佳节，苏长歌竟挂白灯，此乃大不敬。对，就是大不敬。陛下，我就是觉得大钱要完了。慢着，白灯如霜，映照月光。苏爱卿这是以景入情，返璞归真啊！比起那些红红绿绿的俗气，这满园清辉倒真有几分广寒宫的清冷仙气。苏爱卿，这是在思念故乡？对，我想回故乡，我想死，我不想待在这破地方了。原来苏大人是想家了，也是，他为了大钱得罪了所有人，孤身一人在京城，何其孤独！妈的，这诗写的太好了，没法喷。你们这群老头，天天只会无病呻吟。今日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绝望。如此狂妄，你懂什么叫诗词？听好了，这首词就是写给老天爷的遗书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。高处不胜寒，不应有恨。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毁灭吧，累了。我欲乘风归去，这是何等的仙气！但愿人长久，这是何等的胸怀！老朽惭愧，这是诗仙下凡呐！他想乘风归去，却因为大钱百姓留了下来。他不恨朕给他的重担，只愿千里共婵娟。苏长歌，朕绝不负你。陛下快看，那是万家灯火，那是盛世之兆啊！传旨，将水调歌头刊印天下。苏长歌赐大钱第一才子匾额。安全费接一下。检测到蛮族使团同人，危险等级 S。蛮族，太好了！喂，那边的人，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弱小，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冲我来！小白脸，你是在挑衅本公主的护卫，他们一拳就能把你打成肉泥。来，打！不打是孙子，往脸上打！有趣。巴图，废了他！我只是想抱头蹲防啊！面对巨人毫不畏惧，出手全是杀招，好狠毒的小白脸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大钱苏长歌。想报仇，今晚来苏府杀我，我不关门。苏长歌，那个炸了御花园写出水调歌头的男人，很好，你成功引起了本公主的注意。今晚我会去。真的？说话算话，带刀啊，一定要带刀！大钱皇帝，我傅寒说了，要么割让燕云16州，要么赔款白银1000万里，否则……不过，如果你们把这个人交给我，带回草原做我的奴隶，我可以考虑少要100万两，绝无可能。大钱寸土不让，苏青更是无价之宝。既然谈不拢，那就比试比试。好，3局2胜，第一草原男儿千杯不醉。如果你们赢了，我退兵10里。我来，我跟你们比。既然要喝，就喝点猛的，这叫闷倒驴，敢不敢？哼，水一样的清酒能有什么劲儿？干了！好酒，这是毒药。谁说是毒药？这是男人的浪漫。公主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这种烈酒他当水喝，这才是真正的草原雄鹰该有的样子。我要定他了。检测到蛮族公主好感度飙升，当前状态想把你抢回去当压寨夫君。什么鬼？我是要你杀我，不是睡我。第一局算你们运气好，这第二局比算学。这是我族从西域得来的天书难题，名为鸡兔同笼之究极版，若能解出，便算我输。今有赤兔同笼，上有35头，下有94足，问赤兔各几何？就这，小学2年级数学题，我不能答对，我要乱答。这题无解，鸡有3条腿，兔子有5条腿。哼，大钱才子不过如此，鸡怎会有3条腿？苏大人喝多了还没醒，开始胡言乱语了。等等，如果我用一种他们看不懂的鬼画符来解题，然后强行说这是正确答案，会不会被当成疯子拖出去砍了？
拿去，这就是答案。看不懂就是你没文化。这是何种文字 ？X Y 23×2加12×4，正好94。他对了，他竟然用这种从未见过的神符，瞬间解开了西域100年的难题。哎，对了，苏大人乃神人也，此乃天算，我输了。不是那个 X 是叉呀，是错误的意思啊。第3局，我们便以武力决胜。铁浮屠上。这种压迫感，他一屁股就能坐死我。苏爱卿，此局不可勉强，朕派御林军统领替你。不，陛下，为了大钱的尊严，臣要亲自上。大块头，来，打死我，不用留面子。你不用兵器？兵器？哼。我有这个。系统提示：炸膛率50%，准头极差，后坐力能把人肩膀震碎。对着铁俘虏，如果不炸膛，肯定打不穿重甲，激怒他被杀；如果炸膛，直接把自己炸死，双赢。炸膛吧，宝贝！3倍的火药量，这次该死了吧！好疼，骨折了吗？太好了！苏大人用雷神之锤击倒了巨人。好可怕的暗箭，好可怕的算计！他故意被震飞，是为了躲避铁浮屠的冲撞。那一枪看似打偏，实则是计算了跳弹的角度，精准攻击唯一的弱点。此人恐怖如斯。为什么不炸膛？公布的质量检测是谁做的？能不能严谨一点？我要投诉。苏长歌，你赢了，但我更想要你了。你是来杀我的，快动手！杀你？不，我要带你走。大前皇帝配不上你，跟我回草原，我让你做摄政王，我们一起征服天下。去草原，死亡率高吗？草原环境恶劣，冬天会冻死人，还有狼群，部落之间天天砍杀，但没事。成交，今晚就走。你就这么答应了？你果然对这个腐朽的大钱失望透顶了吗？别废话了，快绑架我！最好把动静搞大点，让女帝以为我叛国，然后派追兵射死我！救命啊！我被绑架了！不对，是大钱再见，老子不干了！丞相有令，若苏长歌有叛国之举，杀无赦。对，就是这个感觉，背后凉飕飕的，射我！谁这么多事儿？坐稳了！陛下，苏长歌叛逃了，请下旨追杀。叛逃？你没看到他是被劫持的吗？臣听到他喊：“老子不干了！”那是他在麻痹敌人，他是在以身食虎，他是想深入草原，从内部瓦解蛮族。苏爱卿，你为何总是要把所有的危险都一个人扛？陛下，您这滤镜是不是太厚了？系统。我这算不算被动脱离任务区域？不算，蛮族也是大残的敌对势力，属于副本扩展包，请在草原继续作死。在想什么？想家了？我在想，什么时候能遇到狼群？放心，有我在，狼群不敢靠近。没胃口。谁？出来！是你，那个收了钱要杀我的杀手，你终于追上来了。有人加钱了，要你的人头。太好了，快，阿史那，你别动，让他砍。受死！想动我的男人，先问问我的刀。停，能不能尊重一下当事人？我是受害者，我有权选择怎么死。咱们商量一下，你能不能把我的头砍下来之后，快
快递回京城，我想让那个魏无忌看看，让他高兴高兴。你想用你的人头去唤醒魏相的良知？既然如此，我下不了手了。你有病吧？你是杀手啊！苏郎，你吃的那个好像是断肠草。这种草富含生物碱，能麻痹中枢神经，导致呼吸衰竭，味道有点苦，但回甘不错。系统，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？宿主穿越前喝了太多科技海茶，身体抗毒性加10，且刚才你先吃了解毒的甘草，发生中和反应。不行，我要更猛的！致幻菌，神经毒素，红伞伞白杆杆，吃完一起糖板板，就是你了！别吃，那是剑手青的祖宗。要不要阻止他？不，苏大人行事高深莫测，或许是在以毒攻毒，修炼内力。哇，好多小人，他们在修高铁。公主，你看，那是歼20，飞得好低啊！快让他撞死我！歼20是某种神兽吗？苏郎看到了天机。他口中念念有词，什么量子力学，什么相对论，这定是与天地沟通的咒语。苏大人悟道了。是天花，大钱和草原的交界处常有此意，无药可救。我们绕路吧。天花，致死率很高，还是空气传播。乡亲们，我来了，让我吸一口你们的空气。苏大人终于能病死了，这比被砍头体面多了。大爷，您咳得厉害，来对着我嘴咳。宿主已接触天花病毒，判定中。宿主在现代接种过牛痘疫苗，体内拥有终生抗体，免疫成功。啊！我小时候打的那一针是天花疫苗，那不是预防吹痘的吗？既然我死不了，那我就把病毒变异一下。既然我死不了，那我就给这些村民随便编一个药方。当他们发现无用，肯定想杀死我这个庸医。你们想活吗？好，把那头病牛的脓水刮下来，涂在你们伤口上。嘿嘿，以毒攻毒，这叫伤口感染还不死。苏大人，您是活菩萨呀！谢苏神医救命人！为什么？那是脓水啊，很脏的。你们怎么就好了？牛痘病毒与天花病毒结构相似，人感染牛痘只会有轻微反应，却能产生针对天花的抗体。他不仅文能安邦，武能伏火，还能起死回生。这样的人，如果是我们蛮族的大汗，苏郎，你救了他们，也是为了大钱的边防吧？这里是边境重镇，若全是死人，我族大军便可长驱直入。对，我就是为了堵你们的路，快，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的入侵计划，快杀了我！不，我现在更舍不得杀你了。报！苏长歌大人在边境枯叶村以身试毒，发明神术，扑灭了恶性疫病。如今边境百姓家家户户供奉苏大人长生牌位。朕就知道，他去边境不是逃跑，是为了去救灾。他早就预料到了这场瘟疫。此子妖孽呀！陛下，毕竟连瘟神都不怕他。闭嘴！传朕旨意，朕要亲自去边关接苏爱卿回京。既然无名失手了，那就让血滴子。小二，上酒，要最毒的。各位好汉，打听一下，这里有没有谁是拿赏金杀人的？我也出一份赏金，杀我自己，双倍价钱现结。检测到极度危险信号，魏无忌麾下顶级杀团血滴子已上线，人数12人。12个，终于来了正规军。杀气很重，苏郎，看来你的朝廷不想让你活着离开。12地上，麻烦了。来，都别藏着掖着了。苏大人，好雅兴。相爷托我给您带句话，下辈子别太聪明。废话真多，动手！保护苏大！别保护我！你们让开，往这打！那个轮子飞过来啊！成全你！谁啊？这么不讲公德，乱扔垃圾！刚才那刀离我的大动脉就差0.01公分啊！苏青，朕来晚了。您不在宫里好好待着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添乱吗？快回去，这里很危险，会死人的。这种时候，他第一反应还是担心朕的安危。既然皇帝来了，那就一起杀！相爷说了，今日龙门客栈鸡犬不留，解朕万人归宗。机会来了，陛下快跑！微臣来挡住他们。我这扑过去的速度，加上血滴子飞来的速度，撞击力足以致死了。
傻瓜，朕怎么舍得让你挡刀？这内力是大宗师。哎，我的头呢？还在。陛下，您会武功？先帝御驾亲征，朕自幼习武，只是为了麻痹魏无忌，从未显露。今日为了你，朕不装了。兄弟，坚持住，捅我一刀再死啊！我看好你。变态！回去告诉魏无忌，苏长歌是朕的逆鳞，动他者死。别动我啊！欢迎来动，魏丞相是我大哥。大前女帝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底牌进出，苏郎，看来你的处境比我想象的要危险。跟朕回宫。我不，我要去草原，我要去流浪。你说要为朕守边疆，如今天花已出，你还想去哪儿？难道你真的喜欢这个蛮族女人？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，是那边很危险啊！陛下，苏大人没救了，伤及肺腑，且失血过多，人已经休克，脉搏微弱如游丝，除非华佗在世为他重造气血，否则他是为护苏爱卿而伤，厚葬吧，追封神策将军。苏大人，没事就好，这单生意不亏。谁说没救了？我有办法。失血过多，如果我现在把我的血输给他，古代没有血型检测，极大概率会发生溶血反应，把他弄死。就算他运气好没死，把我的血抽干，我会因为失血性休克而死，这是正当的医疗事故，系统肯定判我合格。抽我的血，给他灌进去。苏大人，您疯了！血乃人身精气之源，受之父母，岂能随意注入他人体中？这不仅是邪术，更是自寻死路啊！苏长歌，不许胡闹！为了一个杀手，你要伤损自己的身体，不值得。陛下，众生平等。别废话，拿芦苇管来，拿烈酒来，今天我就要逆天改命。来，扎我，扎准点，动脉在哪里？知道吗？扎进去了，感觉到了吗？生命的流逝，头有点晕了，是不是要休克了？快，死神，带我走！长生天啊，他在用自己的命换别人的命，这就是中原人的舍生取义吗？苏长歌，你这个傻子，你为何总是这般不爱惜自己？你若死了，朕要这江山何用？这简直是神迹！还没死吗？是不是流得太慢了？御医，你有没有那种抽水泵？大人，够了，再抽您就真没命了。无名壮士的脉搏已经有力了。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高危医疗行为，检测血型匹配度，宿主为 O 型 Rh 阴性血，且因系统强化的身体素质，造血功能是常人的10倍。宿主目前仅处于轻微贫血状态。什么？造血功能10倍？你是说我是个造血机器？那我岂不是白抽了？啊！大人，不可！无名怎配有大人的贵血？别动！给我吸！我命令你把我的血吸干！够了，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救活了他，朕准了。但你若再伤自己一分，朕就诛他9族。陛下，我头晕，我恶心，我是不是快不行了？没事。御医师说了，只是气血略亏，回去多吃点猪肝就好。猪肝，我不吃猪肝，让我死。苏郎，在我们草原，只有兄弟之间才会歃血为盟，你却将血给了下人。我决定了，我不抓你当压寨夫君了。真的？你要杀我了？我要嫁给你，做大钱的官夫人，哪怕是做妾。蛮族公主，大钱律法，一夫一妻多妾，但苏爱卿的身子骨怕是消受不起这般野性。此时消受不起，是因为她为你流了血。等她好了，我们可以比试比试。两位女侠，完了，修罗场这比杀手还可怕！魏无忌救我啊！我想回朝堂受虐。报相爷，12地煞，全军覆没，全军覆没。女帝的神策阳有这么强？是女帝亲自动的手，而且苏长歌在无名垂死之际施展了换血逆天之术，将自己的血注入无名体内，硬生生把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现在坊间都传苏大人的血是圣血，喝一口能长生不老。换血？
妖术还是神术？此子不仅智计近妖，还懂这种起死回生的手段。若让他活着，大钱的天真要变了。不能再用暗杀了，女帝要护着他，杀手近不了身。传令御史台，准备弹劾苏长歌，罪名就定私通蛮族，妖言惑众，以邪术蛊惑圣心。阿什纳公主，此番入京，你便是大钱的质子。宫中规矩森严，公主最好收敛一下野性，免得苏爱卿难做。规矩在草原上，强者的刀就是规矩。苏郎赢了我，他就是我的规矩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苏青是朕的臣子，他的身心皆归大钱所有。那个，能不能打断一下？闭嘴！这种气氛太窒息了，能不能让我快点死掉呀？哎呀，那是什么？悬崖！好机会！有刺客！永别了，修罗场！摔死我吧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……哎，老大，天上掉个林妹妹，不对，是个当官的。真的有山贼！太好了！各位好汉，我是朝廷命官苏长歌，杀了我，朝廷赏银1万两！快，别犹豫！苏长歌，他难道就是那个在边境吃毒蘑菇不死，手撕老虎，还能把瘟疫治好的那个活阎王？听说他身上全是毒，连血都是毒，碰一下就会来手来脚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很脆弱的，来，砍我一刀试试！求你了，就一下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啊！毒人来了，快跑啊！在这必死啊！别跑啊！你们有没有职业道德？我是肥羊啊！苏爱卿真是嫉恶如仇，连赶路都不忘剿匪，一人追着几十人砍，这才是草原雄鹰的气魄。恭迎苏神医，恭迎苏青天！完了，声望值满了。现在就算我当街裸奔，估计他们也会说是行为艺术。捧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苏长歌，接下来这名为权力的泥潭，看你怎么挣扎。苏爱卿，此番边境之行，功在社稷，朕欲封苏青为安国侯。苏大人功劳虽大，但这封侯嘛，毕竟他还年轻，资历尚浅，恐难以服众。哦，苏爱卿想要什么？第一，臣要住进前朝大贪官严嵩的旧宅，听说那里极尽奢华，臣向往已久。第二，臣看大理寺审案太慢，臣请求成立一个新的衙门锦衣卫，此衙门只听陛下一人号令，可不经三法司直接抓人审讯。第三，臣最近手头紧，陛下赐臣先斩后奏皇权特许，方便臣去搞点外快。苏大人真是狼子野心呐！住贪官豪宅，这是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此子本性暴露了。好小子，你要搞特殊机构，这可是取死之道，这下不用我动手，满朝文武都会把你视为眼中钉。陛下，臣以为苏大人虽然要求独特，但也是为了替陛下分忧。既然他想抓坏人，不如就依了。他要成立锦衣卫，肯定是因为他知道朕被魏无忌架空，手中没有一把锋利的刀，他是想做朕手中的刀，替朕得罪满朝文武，替朕背负骂名，这是何等的忠心，何等的牺牲！准奏，即日起成立锦衣卫，京城所有官员皆在监察之列，赐尚方宝剑，把城西那座最大的留园赐给苏爱卿。臭头子，这下我就是全民公敌了，谁敢惹我？魏丞相，你小心点，我第一个查你。老夫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苏大人尽管来查。封了侯，赐了宅，还给了尚方宝剑，这哪是奖励？这分明是给我盖的豪华骨灰盒啊！名声太好也是罪，得想办法把这圣人的人设崩了。少爷，京城有头有脸的爷都来贺喜了，礼单已经排到了街角，咱们发财了！发财？对，贪财好色那是奸臣标配，我这就当众表演一个贪婪无度。就这成色这么差，也敢送给本提督，没个万8两银子，别想进这留园的大门。都给我听好了，本大人只认钱不认人。苏大人教训的是，下官这就回去换。看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苏大人在以身作则啊！他故意索要重金，是为了吓退那些投机的小人。朕乃大钱第一孤臣，这都能圆回来？你们这些百姓的脑回路是装了弹簧吗？无名，你说我这人设还有救吗？我想当个权奸，怎么全天下都觉得我是圣人？大人，您的光芒是掩盖不住的，即便您装作贪婪，那份救国救民的气度依然在。气度个屁！既然贪财不行，那我就横行霸道。无名，带上尚方宝剑，咱们去抄景不顺眼的家。大人选定目标，就这家工部侍郎刘大人，听说他家很有钱，咱们去无理取闹，强行查封。告我一状，说我草菅人命，属下这就去调研人事。刘大头，滚出来！本大人看中你家这块地了，今天就要查封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就是看你不顺眼。苏大人，下官一向奉公守法，您这是为何？废什么话！我说你有罪，你就有罪。无名，给我搜，搜不出来罪证，就给我塞2个进去。栽赃陷害，这下总该被御史台弹劾到死了吧？不用塞了，你敢拦我？别塞了，这里全是刘侍郎私通敌国的密信，还有他贪污修和款300万两的真账本。苏大人，苏大人，饶命！你是怎么知道我把账本藏在这个暗壳里的？那是连我夫人都不知道的绝密啊！苏大人真乃神人，竟然能未卜先知，一眼看穿这奸臣的藏身之所。锦衣卫威武，
陛下，苏大人实在是太厉害了，他假装跋扈，故意激怒刘侍郎，仅凭一人一剑就端掉了盘踞朝堂10年的贪官窝点。他又是在用这种自毁名誉的方式替朕清理门户。长歌，你这份沉重的爱，朕该如何报答？赐他一套飞鱼服，让他组建真正的锦衣卫。无名，属下在。我是不是这辈子都死不掉了？我想贪钱，结果成了反贪英雄；我想栽赃，结果成了破案神帝。那是大人正气凛然，天道垂青。不行，我还有最后一招。明天我要发帖子，请全京城的贪官来吃饭，我要当众索贿，明目张胆的收他们的钱。只要证据确凿，陛下也保不住我。这次我一定要把索贿做成铁案，哪怕是自杀式索贿，我也要回家。无名，咱们现在是奸臣了，奸臣就要有奸臣的样子。大人请吩咐。去，给京城所有3品以上的大员发帖子，让他们今晚来留园赴宴，每人必须带一份厚礼，少于1000两银子的，直接记在小本本上。大人，你这是公开索贿。对，就是索贿。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我苏长歌贪得无厌，这样御史台明天就会弹劾我，然后女帝为了平息纵容，只能把我砍了。少爷，那如果他们不来呢？不来，呵呵，那我就带着你们去抄家。都来了，规矩都懂吧？谁带来的箱子最重，谁就是我苏长歌的好兄弟。空手来的，呵呵，锦衣卫的茶好喝得很。苏大人，这是下官的一点心意，金子重50斤。好，够沉，你是个好官，记下来，以后这兄弟我罩着。苏大人，下官两袖清风，但这箱东西绝对重于泰山。我操，比金子还重，这是什么？白金吗？这里面的东西，大人回去看了便知。只求大人莫要辜负了下官的信任。哈哈哈哈！放心，我这个人最贪了，越重我越喜欢。无名，全搬到我卧室去。哈哈，发财了！明天人赃并获，我看女帝怎么保我。大人，那兵部员外郎眼神决绝，这箱子里怕不是金银。大人这是在向权贵劫富，向清流筹款，为了即将到来的北伐做准备啊！无名，别睡了，快起来！我要把这些都铺在床上，明天早上魏无忌带人来抄家的时候，画面一定很震撼。哇，金子！哇，玉白菜！来，让我看看这个最重的是什么宝贝。少爷，不好了！魏丞相带着御林军和刑部的人包围了留园，说是接到举报，您巨额受贿。来了，这么快？魏丞相果然给力！别动，就让这些箱子开着。苏长歌，有人举报你昨夜大肆索贿，赃款就在府内，你可认罪？我认，我都认，这些都是我收的。魏丞相，你看这一箱箱的全是民脂民膏啊，我简直罪大恶极！快砍了我！好，既然你供认不讳，来人查封赃物，将苏长歌拿下。陛下，您都听到了，苏长歌亲口承认受贿，此乃国之蛀虫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苏爱卿真的贪财？不，他在边境连命都不要，怎么会贪图黄白之物？启禀丞相陛下，这里有个最重的箱子，定是聚宝，快开！这是兵部尚书克扣军饷，吏部卖官，洞里还有送这玩意儿的。苏爱卿，这就是你说的赃款。原来苏爱卿不仅是在向朕展示贪官的名单，更是以身犯险，诱使他们交出投名状。魏丞相，这箱子里的宝贝，你要不要拿回去细细品读？这定是苏长歌伪造的！狠，太狠了！他竟然用这种自污的方法，让那些不敢说话的小官把证据送进来。我输了。陛下，那真的是他们送错了。我原本是想要金子的，旁边那几箱真的是金子啊！朕知道，无名刚才已经悄悄告诉朕了。苏青说这些金子要冲入国库，作为北伐的军费。苏青，你为了大钱不惜背负贪名，朕十分欣慰。无名你大爷啊！恭喜宿主，扳倒兵部尚书、刑部侍郎等贪官18人，充公赃款300万两，获得成就大钱影帝、反腐斗士，声望值突破天际。特么，我是真的想贪污啊！好一个苏长歌，看来朝堂上的手段已经对付不了你了。既然文斗不行，武斗也不行，那就借刀杀人，借那把真正能灭国的刀。
陛下，我能辞职吗？我想去种地。不准！锦衣卫刚立大功，如今百官闻风丧胆，你正是大前的定海神祗。报！800里加急！南方海域倭寇集结500艘战船，侵犯沿海3省。倭寇，区弹丸小国，竟也敢侵犯我国边境！倭寇，那个是不是装备精良、杀人如麻，而且完全不讲道理的倭寇？是的，而且他们用火枪，极其凶残。陛下，臣请战！臣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倭寇，这次我要亲自去前线，谁也别拦我！枪，这回总能被打死吧？实在不行，跳海也能淹死。倭寇，我也去，我也想看看是他们的火枪快，还是我的弯刀快。好，苏青，活着回来，朕等你大婚。大婚！苏大人，倭寇船坚炮利，且行踪飘忽，我军战船年久失修，上次交战损失惨重。那艘船，我要那艘！大人，那是沉如铁号，因为用料太实沉，吃水太深，好得慢还漏水，正准备拆的当柴烧。好得慢，漏水，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工匠呢？给我改装，给我往船身上钉铁板，越厚越好，把船头封死，只留一个撞肩。大人，全钉铁板，船会沉的。少废话，我是总指挥，还要灌铅，怎么种怎么来。警告：船体过重，浮力储备不足20%。不足20%，这就是通往天国的倒计时。哟西，大前的水师没人了吗？派一块废铁来送死。来吧，热武器的洗礼！啊！奸商，奸商！这铁板怎么这么硬？说好的豆腐渣工程呢？苏郎神算，他早已算准倭寇的火枪穿透力不足，这铁甲便是绝对防御。既然打不穿，那就撞！全速前进，撞向那艘最大的旗舰！纳尼？他不在走，开避开！受死！哎呀！杀！你们是来搞笑的吗？站稳了砍我呀！我就站在这儿不动。八嘎，这也是你的战术吗？滚！烦死了！刚才那下撞击，我整个人都飞到了半空，结果这甲板上居然铺了加厚地毯，谁干的？到底是哪个贴心砸蛋怕我摔着？苏郎刚才那一撞，简直如同海神降世！你看那些不可一世的倭寇，现在正像落水狗一样逃命。别说了，自船漏水了，快让大家都撤离！大人放心，刚才确实漏水，但这位工匠带人用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就用生铁补好了。他还说，大人的设计精妙，这种小洞伤不了根基。你是补鞋匠转世吗？这么好的沉船机会，你就这样把它堵上了？大人是在考验小的反应速度吧？请大人放心，有小的一口气在，这船绝对沉不了。我想回家，我真的只是想回家。大人。神迹啊！此战我军仅轻伤数人，却全歼倭寇主力旗舰，这是大前开国以来从未有过之海战大戏。齐将军，你关注点偏了。我们损失了一艘铁棺材，你应该弹劾我。大人又开玩笑，这虽然造价高，但它能撞沉敌军旗舰啊！再造100艘，陛下会不会不砍我？那个方向是鬼哭岛。大人，千万追不得，那里是东海的禁区。禁区听名字就很晦气，快详细说说怎么个禁法？那里暗礁密布，洋流诡异，传说那里有海妖作祟，入者十死无生。最可怕的是，那里将发生天雷降世的异象。十死无生，天雷降世，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风水宝地呀？不错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为大前臣子，我怎能打？我要为百姓除此大患。苏郎，我这辈子跟定你了。八嘎！那个魔鬼怎么还不放过我们？
利用暗礁甩掉他。风雨欲来风满楼啊！系统，目前的死亡率预测是多少？检测到前方超强热带气旋，磁场紊乱。宿主当前死亡率预测98%，主要死因为飓风撕裂与雷击。98%，这比之前的油锅火药稳多了。这回你可得准点，直接一道雷劈下来，别搞那些反弹。我这小身板真的扛不住。大人，起风了，我看这天象，今夜必有大劫。大劫好啊，劫后余生才叫命大，但我求的是劫后升天。无名，万一待会儿船散了，你千万别救，你就让我在这大海里安安静静的当个美男子。大人又在交代一夜，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保护大家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一定会誓死护卫大人周全。我求求你，你就偷回来吧，你这敬业精神用在别处不好吗？苏大人，前方就是飓风圈了，不能再进了，再进就退不出来了。告诉他我听不见，风太大，浪太响，我只看到倭寇就在前方，给我全速冲锋，退出来！开什么玩笑？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完美的陆地，这一进一出，这分明是100亿就到手了。戚将军，倭寇残部逃往了鬼窟岛，我要乘胜追击。大人，不可！观天象，今夜必有飓风，出海必死无疑。要的就是出其不意，倭寇肯定也以为我们不敢追，这时候去才能全歼敌军。我陪你去，生同金，死同血。别，这次太危险了，我自己去。为什么不翻？为什么还不沉？大人，您这是为了稳定船身特意加的配重吗？神了，是那艘鬼船，泡泡都摧毁不了它。既然风浪弄不死我，那就雷电吧！雷公助我，劈死我吧！再见了，世界。他能引雷御电，是雷神显圣。大人莫非已修成金刚不坏之身？只是做了个电疗。唉。苏青，陛下，臣累了，今晚就在这儿睡了。陛下也别批奏章了，来陪臣喝酒。苏青，这是宫里，你这是怎么？陛下不喜欢？臣现在可是大英雄，陛下难道不想以身相许？快骂我流氓，叫侍卫把我拖出去砍了，这叫淫乱后宫。他是为了朕才故意如此吗？他知道功高震主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把把柄递给朕，还是说他真的对朕？既然苏青有此雅兴，今夜准了，你们都退下。哎，剧本不是这样的，陛下你冷静点，我只是想……荒唐啊！苏长歌竟然留宿龙床！陛下，苏长歌秽乱宫闱，其罪当诛。诛什么诛？陛下喜欢我，我也喜欢陛下，我们两情相悦，轮得到你们这些妖怪反对？你是不是嫉妒我长得帅？妖孽，这就是妲己在世啊！老臣今日必要撞死在这柱子上，以死劝谏。那个不疼，用这个朝我头上拍，把我拍死，你们就清静了。苏青未婚，朕未嫁，朕已决定立苏长歌为皇夫。待朕100年之后，江山与他共享。陛下，您这是要白送江山？皇夫，我是要死啊，不是要嫁入豪门。苏大人，敌军势大，我们要死守待援吗？守什么守？大家都是大前人，打打杀杀多不好。打开城门！我说开门，还要把吊桥放下，把街道打扫干净。这样魏无忌冲进来，第一件事肯定是拿我祭台。停！将言，城门大开，那是苏长歌，杀进去吧！哼，蠢货！苏长歌诡计多端，那是空城计。你看他神色自若，甚至还有点期待。老魏，
进来啊！别客气，我没埋伏，真的。往这儿射，快！听听，他在诱敌深入，他越是想让我进，我越不能进。传令，先锋队试探性进攻，盾牌手掩护，小心地雷。小心个屁呀！我连部署卡都没放。终于来了，哥几个，看我！苏大人这是以身为饵，我们不能辜负大人的信任。点火！中计了，是妖火！谁放的炮？我要炸的是我自己，不是他们。果然有埋伏，而且是会发光的毒火。苏长哥，你好狠毒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老夫无情。投石车，给我砸！哎，我是苏长哥，杀我领赏！挡路者死！操！我说了，冲我来！你们没听见吗？是来造反的，还是来当畜生的？哼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不成3日，以壮军威。兄弟们，抢！无名，带他走。大人，您呢？我本来想死，但现在我改主意了。至少在送你们下地狱之前，我不能死。系统，如果我为了救人被杀，算不算任务完成？算，但宿主肾上腺素飙涨，当前战斗力加成200%。那就杀个痛快！苏长哥，你赢了。老夫输就输在太想赢，而你根本不在乎输赢。告诉我，那个空城计，如果我当时直接冲进去，会怎样？没什么空城计，你如果冲进来，我早就死了，你也早就赢了。是你的疑心病害了你，也是你的残暴害了你。哈哈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就败给了坦诚2字。苏长哥，大钱交给你，老夫放心了。这就是权谋，这就是战争，几万人的命，就为了换这把椅子。陆青，你怎么样？陛下，别碰我，全是血，脏。我累了，我想回家。我记得新手大礼盒里有个从来没用的东西，找到了。本来想留着当最后的晚餐，或者噎死自己的。宿主，你可以选择无视饥荒，饥民暴动是杀死你的好机会。我知道，但那样死太丑陋了，我不喜欢。等他们吃饱了，有力气了，再来杀我。那才叫公平对决。哇，大人，这名为土豆之物真的能吃，看着像泥疙瘩，流产3000斤，神迹，这是神迹呀！别抢，都有。苏青，这就是你说的祥瑞？什么祥瑞？这是科学，含淀粉高，耐旱，顶饱。陛下，这下没人会饿死了。活菩萨，苏圣人！哎，别跪啊！完了，这下更死不掉了。圣人光环加身，谁敢杀我？连上厕所估计都有人抢着地址。陛下，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去看看。听说这里有36国。民风彪悍，还有传说中的死亡之海和魔鬼城，我要去出使西域。苏青，大钱初定，你为何又要远行？陛下，土豆虽然解决了温饱，但要富强得通商，我要去重开丝绸之路。听说西域诸国对大钱虎视眈眈，我要去用我的3寸不烂之舌征服他们。朕知道，这京城的繁华留不住你，你心中装的是天下，准了，但必须带上神机灵精锐，还有阿史那，他是草原人，熟悉西域。能不带阿史那吗？不能，朕不想让你死在哪个妖精洞里。
听说西域有个精绝女王，最喜欢把男人做成干尸，你怕不怕？干尸能千年不腐吗？太好了，这才是永恒的艺术！快出发！当前环境：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，地表温度60摄氏度，生存几率极低。极低？那就是还有活路。不行，我得把难度调到地狱级。苏狼，不能再走了，前面是流沙区，我们必须回头找绿洲。回头？绝不回头！我感觉那边有一种召唤，那是死神的召唤。不走了，太热了，我要把自己埋了。这是一个完美的坟墓，坐北朝南，风水极佳。你们别管我，让我自己把自己埋了。大人这是为了减少身体水分蒸发，效仿沙漠蜥蜴潜入地下避暑，甚至不惜耗费体力为大家探路。呸！这又是什么？随便挖个坑都能挖到这玩意儿。恭喜宿主发现大容量油田，声望值加5000。是魔鬼之血，传说中沾火即燃，无法扑灭的厄运之水。大人，这难道是《山海经》记载的猛火油？西域苦寒，若有此物，大前北疆的冬天将不再冻死人，而且此物可用于守城火攻。大人随意一挖，便为大前找到了万世不绝的能源，这也太背了吧！男的杀光，女的带走，那黑乎乎的水也带走。大哥，终于等到你了。这是定金。啥？绑架我，撕票！现在，立刻把我的头砍下来，挂在你的马脖子上。炸！没炸，我就是单纯不想活了。你快动手啊，手别抖！谁敢动他？桃园公主冒犯了。既然你们不敢杀我，那我们谈个生意。我要提出一个极其苛刻的条件，激怒他们，让他们不得不杀我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许抢劫了，给我当保安，保护这片油田和过往商队。没有工资，只有股份。赚了钱分你们30%，如果赔了，你们白干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有想砍死我的冲动？30%不大，抢劫饥一顿饱一顿，这油若是卖到中原，30%那是金山银山啊！苏老板，以后杀图就帮，誓死为你效力。你们有点强盗的尊严行不行？撕票啊！只要我不控制温度，让压力过大，这个简易分滤塔一定会爆炸。到时候轰的一声，我站在最前面，绝对尸骨无存。这叫工业事故。系统没法判我违规。加火，给我把火烧到最旺，谁敢接火我跟谁急。苏老板，那铁罐子都在抖了，还会发出怪叫，真的不会炸吗？炸了好啊，炸了就是艺术。无名，你带着人退后500米，我要独自欣赏这。大人，这是何物？长生天啊，这黑水变成了神水。这火光比最好的蜡烛还要亮10倍。煤油？怎么就提炼出煤油了？说好的爆炸呢？刚才那个泄压阀是谁装的？大人，是小的。小的看压力太大，怕坏了您的宝贝，特意加了个安全阀。你这个月奖金没了！把这些又黑又臭的渣子给我铺在地上！我要让这片沙漠变得寸草不生，臭赤熏天！搞破坏环境。这下总该有环保主义者或者愤怒的牧民来砍我了吧？苏狼，这是什么法术？这路面马蹄不陷，车轮不滞，比京城的青石板路还要平稳。而且黑色的路面在白天吸热，晚上还能融雪。奇迹！这是沙漠中的奇迹之路啊！以前这段流沙我们要走3天，还会死人，现在半个时辰就过去了。为什么它这么结实？我就想弄个豆腐渣工程，让人摔断腿，然后来讹我呀！我只是想搞破坏呀！听好了，这里叫不夜城，在这里不需要通关文牒，不需要交税，我甚至连城墙都不修。没城墙，马贼想抢就抢，没税收，财政几天就崩盘。快，让混乱吞噬这里，顺便把我乱刀砍死。这位苏大人好大的气魄！不修城墙，说明他对武力有绝对的自信；不收税，
是为了吸引全天下的财富汇聚于此，搞以商养战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听说他手下的保安团装备了某种喷火的管子，谁敢造次？少爷，虽然咱们不收人头税，但是光靠卖煤油、收摊位费，还有那过路费，咱们这个月的收入比大钱国库半年的收入还多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是在做慈善。对了，少爷，因为您这里太有钱了，周围的楼兰、秋斯等国都表示想归顺，求您给他们也修那条黑路。我不要归顺，我要战争，我要自杀！终于，刺客来了，大哥，别客气，往这儿砍！属下乃是暗影门金牌杀手。对，就是你，谁派你来的？我说双倍，不，我站着不动让你杀。不，属下见苏大人将这不毛之地变成人间天堂，心生敬仰，属下决定率领全门杀手，免费为苏大人做安保，誓死保卫苏大人安全。滚！这该死的盛世，怎么从就像膏药一样甩不掉呢？既然搞建设死不了，那就搞点真正危险的。这里太厚了，给我削薄一半。城主大人，这锅炉壁若是削薄，一旦烧起煤油，气压冲天，会炸膛的，方圆百里都会被夷为平地呀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我们要追求极致的轻量化，这叫结构优化。还有这个安全阀，谁装的？给我焊死！大人，安全阀是用来泄压的，焊死就真的没有退路了。科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退路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不把自己逼到绝境，怎么能见证上帝？这名字多吉利，这台车就是来送我走的。大人是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是要送别旧时代，开启新纪元啊！送终就至，何等的气魄！都听到了吗？大人要以命搏天，为了保护大人，我们必须在其他地方加固，把底盘换成实心钢，轮子加3倍轴承，快！阿史那，你下去，这次真的很危险。这玩意就是个大炸弹，我打算把压力表烧爆。若是炸死，那便一起变成天上的星星。草原的儿女不怕火，不怕死。行吧，买一送一。无名，点火，加煤油，把火力开到最大。大人，一路走好。爆表了，爆表了，快炸！再加把劲儿。苏郎，太快了，周围的景色都看不清了，这便是追风的感觉吗？为什么还不炸？这压力早就超过临界值了呀！没有刹车，前面是沙丘，撞上去，粉身碎骨！又没死，这都不死，这沙子为什么这么软？陛下，苏大人在西域造出了钢铁神驹，日行千里，力大无穷，一次可拉10万斤货物。送终，他是想说要为大钱的贫弱送终吗？传旨，召苏长歌回京，朕要他在京城也修一条这样的路，朕要让这钢铁神机跑遍大钱的每一寸土地。苏青，你在外面玩够了，该回家了。朕想你了。工部尚书看好了，这条铁路不仅要修，还要修得惊天动地。下官明白，大人是要避开民居和良田。避个屁！给我画直线，2点之间直线最短，懂不懂？看这一段，直接穿过城东的王爷巷，把那几个亲王的后花园给我推了。这一段横穿城南的宰相陵园，还有这里，
直接从万寿山底下打个洞。大人，万万不可呀！城东是皇亲国戚，城南是风水龙脉，万寿山更是皇家禁地。这是挖大钱的祖坟，断大钱的龙脉呀！你会被千刀万剐的。真的吗？真的会被千刀万剐吗？太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谁敢阻拦，让他来找我。我尚方宝剑在手，先斩后奏。刨祖坟，断龙脉，拆豪宅，这仇恨值绝对拉满。明天我就能看到愤怒的权贵们冲进家里把我撕碎。陛下，苏长哥疯了，还要拆老臣的祖宅，那是太祖御赐的呀，这是对祖宗的大不敬。陛下，请陛下立刻处死此僚，请陛下杀苏长哥，以平天怒人怨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们骂得越狠，我越兴奋。快，谁有刀，直接捅我！苏青这是在破除迷信。他知道大钱的权贵兼并地严重，名为修路，实为打击豪强，收回土地，甚至不惜背负断公脉的骂名，也要为大钱打通交通重脉。给我挖！苏大人，我家老爷说了，你要是敢动这块风水宝地，他就死给你看。好啊，让他死，或者让他来杀我。哈哈哈哈哈！恨我吧，来报复我吧！今晚我就睡在工地上，我不设防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人。是那帮权贵的私兵吗？终于来报仇了。不是，是来送礼的。苏大人，真乃神人也！你祖宅被我拆了，你不恨我？恨，谢还来不及呢。大人您看，自从火车站建在旁边，这周围的地价翻了10倍啊，10倍！你们不讲究风水了吗？风水，苏大人就是最好的风水。苏青，你不仅打通了交通，还用这神来之笔，让权贵们心甘情愿地献出了土地，充盈了国库。这等经济手段，管仲在世也不过如此。我把你们祖坟刨了，你们还要给我立生祠？这大钱的人是不是有斯德哥尔摩综得症？既然陆地上搞事情死不了，那我只能上天了。那个热气球不，那个飞机的图纸你看懂了吗？我要造一个只有翅膀没有发动机的滑翔机，我要从万寿山顶跳下去。听好了，蒙皮要用最薄的丝绸，骨架要用最脆的竹子，连接处不要用铁钉，用胶水粘一下就行。只要到了高空，风一吹，这玩意儿就会空中解体，到时候我像秤砣一样掉下来，就算大罗金仙也救不了我。大人，您这是在追求极致的轻量化呀！大道至简，不使用铁钉是为了减轻重量，利用柔性连接化解锋利，这是仿生学，是模仿鸟类骨骼的精髓。但是可以用墨家秘传的千基索榫卯结构，比铁钉还牢固。还有那丝绸，我们偷偷刷了3层桐油，防水、防火、防撕裂。苏青，此乃万丈深渊。你说的那个空气动力学，真的能让人像鸟一样飞翔？若有闪失，朕不许你跳！陛下，科学的尽头是玄学，臣今日便是要去验证这天道的极限。陛下别拦我，这风速正好，只要我跳出去，不出3秒就会失速坠毁。对了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准备了这个。苏大人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是我炼制的剧毒之粉，万一摔不死，我就吞了它，双重保险。风来，带我走吧！怎么还没落地？怎么感觉屁股下面有人拖着？检测到墨家顶级榫卯结构，结构强度加200%，当前处于上升气流中心，升力大于重力。宿主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载人滑翔飞行。对了，毒药，我要服毒自尽！天王我也，连毒药都欺负我！快看，那是仙鹤，上面有人，是苏青天。苏大人羽化登仙了，下雨了，苏龙王显灵了，苏大人上天为我们求雨去了。不仅能飞天，还能号令风雨。苏青，你难道真的是上天派来拯救大钱的神明吗？那里看着像坟地，撞树上最好被树枝戳死！救命啊！谁来杀了我？苏青，今日你飞天求雨，朕已下旨封你为镇国公。陛下，我说我只想跳崖自杀，顺便撒了点粉末，然后不小心挂树上，你信吗？信，朕都信。不过苏青总是这般，朕已让神机营记录，此乃抗旱神器。
苏青，你脑子里还装着多少惊世怪俗的学问？只有小学自然科学和初中物理化学。既然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看来只能搞那个终极计划了。陛下，臣要搞经济，臣要发行纸币，臣要让大钱通货膨胀，经济崩盘，印，给我日夜不停的印。大人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这些宝钞真的不预留黄金储备吗？这可是1000万两的面额呀！国库里只有100万两银子，若是百姓拿着纸币来兑换，咱们拿什么给啊？没有保证，这就是骗局，到时候肯定会被愤怒的人挂路灯。无名，带上几箱子新宝钞去消费，买什么都行，记住，要溢价买。看着混乱的场面，百姓一定是在恐慌性抢售物资。苏大人，您发行的这宝钞太好用了，以前出门买货得背2斤铜钱，沉得要死还容易丢，现在揣几张纸就行。大娘，这纸你不怕它贬值吗？你不怕明天他就买不到包子了吗？贬值？这上面皇上的玉玺还有苏大人您的头像呢，您的信誉比金子还真。我的信誉，我是奸臣啊！我要换钱，我要换钱的宝钞，我有1串黄金，全部换成纸币。你疯了？黄金换纸？你脑子被门挤了 ？No， 你们的纸币太棒了，在我们西方几10个国家货币不通，还要被海盗抢劫。但现在只要有大钱宝钞，在丝绸之路上什么都能买到，石油、丝绸、瓷器，甚至那个神车火车票，它是硬通货，它是世界货币。带着黄金太重了，带着宝钞，我在哪儿都是富翁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霸权。我本来想制造通货膨胀，结果因为大钱物资太丰富，加上外国人疯狂囤币，把这些超发的货币全给消化了。陛下，发财了，真的发财了！苏大人这招空手套白狼太绝了，我们只用几张纸就换来了西方诸国几百年的黄金积累。现在全世界的商人都认我们的宝钞，他们把黄金都存到了大钱，把纸带走了。苏青，朕原以为你只是懂格物，没想到你对货邮之道也有如此深不可测的见解，不费一兵一卒便收割了天下财富。苏青，这便是你说的金融战争吗？陛下，如果我说我只是想让大钱破产，苏青真会开玩笑。你为了大钱，甚至不惜背负滥发纸币的风险。朕懂，朕都懂。朕要封你为财神。别封了，爵位太高了，我也想低调啊。无名，你说我怎么就死不掉呢？因为大人是天命所归，屁的天命，经济搞不垮，科技搞不崩，民心还越来越高。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我要发动战争，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剿匪，我要去挑衅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霸主。听说极西之地有个什么神圣帝国正在搞十字军东征，是有听闻，他们火气淋漓，号称100万大军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要写一封国书，极尽侮辱之能事，骂他们的皇帝是猪，骂他们的教皇是神棍，逼他们倾国之兵来打我。我就不信面对100万现代武器部队，我这个只会造拖拉机的奸臣还能活下来。回去告诉你们那个什么查理皇帝，要石油没有，要命有一条，有本事就来拿。我在玉门关等他，不来是孙子。野蛮人，你会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。帝国的铁足将踏平东方。真的吗？一定要来踏平啊！千万别迟到，记得带上你们最猛的大炮。这个东方官员是不是有病？他怎么看起来比我还期待战争？听好了，这个东西叫陆地巡洋舰，代号599改。第一，要厚，装甲必须用最沉的生铁，厚度至少5寸。大人，5寸生铁，那这车得有几万斤重，什么轮子能撑得住？什么动力能推得动？这根本走不动啊！走不动就对了，只要它动不了，我在战场上就是个固定的活靶子，几千门大炮对着我轰，我不信我不死。第二，炮管要大，口径给我做到最大，而且炮壁要薄。大人，炮壁薄，容易炸膛啊！我要的就是我要的是轻量化，为了灵活性，炸不炸的看天意，看我运气。大人这是在考验我们的技术极限吗？用最厚的甲，最薄的炮，还要动起来，这是在逼我们突破物理法则啊！大人的要求太苛刻了，5寸生铁确实走不动，
除非不用生铁，用大人之前炼油时意外发现配方的特种钨钢，硬度是生铁的10倍，重量却只有1半。对，全车身用钨钢打造，虽然造价能买下一座城，但为了苏大人的安全，值了。那动力呢？大人给的那个单缸蒸汽机根本带不动。把压箱底的技术拿出来，把4台宋申号的高压蒸汽机串联起来，搞个 V4 涡轮增压蒸汽组，动力提升10倍。那炮管呢？大人要薄，薄是不可能的，炸了会伤到大人。我们用双层冷却管技术，外表看着薄，里面是实心的糖浆管，保证打得准，打得狠。为了大钱，为了苏大人，干！哎，怎么感觉这铁板声音不对？这么清脆，是不是偷工减料了？肯定是偷工减料了，好样的工部！苏青，陛下，您回去吧，刀枪无眼，这次对面可是100万大军。朕不回，朕说过，江山与你共享，死一同血。傻女人，我是去送死，你跟着干嘛？无名，点火，出发，目标玉门关。我操，这么快，刹车呢？上帝啊！东方人疯了吗？他们派出了一个冒烟的铁盒子，好多炮，好多枪，这就是现代战争的压迫感吗？无名，听我指挥，别管什么阵型，别管什么掩护，把油门不对，把阀门踩到底，直接冲到他们大炮最密集的地方去。大人，那是自杀呀！对，就是自杀冲锋。大人是为了吸引火力，给后方大军争取机会。大人大义，坐稳了！愚蠢！一辆车也敢冲阵！传令炮兵，集火那个铁盒子，把它轰成渣！来了，解脱的时刻。哎，没穿，这是什么破炮？会不会打？往履带上打呀！你们没吃饭吗？用穿甲弹啊！哦，对，你们没有，那就离近点打。大人，你为了激怒敌人，竟然如此羞辱他们，你是在用生命拉仇恨啊！为什么他们的枪也是劣质产品？还有这悬挂系统，墨家巨子，你给我出来！说好的颠簸致死呢？为什么这么稳？我连晕车都没晕。大人，敌军的中军大帐就在前方，那是他们的皇帝查理和教皇所在。皇帝，教皇，太好了！那里肯定有威力最大的护卫队，贴上去，脸贴脸，然后在零距离开炮。这么近距离开炮，巨大的冲击波会把我和敌军指挥部一起送上天，这叫同归于尽，完美的谢幕。上帝啊，这是什么恶魔？永别了，大钱。大人的设计虽然激进，但我们在炮口加装硝烟制退器和高压泄气阀，哪怕是堵住炮口开炮，也不会炸膛，只会把障碍物轰成渣。人呢？我想炸死我自己，怎么把对面家偷了？大人，敌军指挥系统瘫痪了，他们开始溃逃了，我们赢了！赢个屁！我还没死呢！为了帝国，杀！保护中军大旗！陛下受伤了，快来人啊！大人，你看后面，你看后面，中军大乱，那是陛下的大旗，旗倒了。
她会死。那个傻女人为了我不死，把最精锐的神策营都派给了我，自己身边只留了普通御林军。我不能让她死。检测到宿主求生欲极强，且意念与手部高度重合，隐藏模式激活，现代战争辅助系统上线，奖励高爆榴弹石，发动机过载模式开启。无名，掉头！我让你掉头！我让你掉头！把发动给我焊死在最大档位！我要把这台发动机跑废！快点，再快点！前面的大前士兵都给我闪开，挡我者死！系统，给我锁定那些黑衣服的杂碎。目标锁定，距离800米，高爆弹装填完毕。给老子去死！苏青，来世再见。刚才是哪只手拿枪指着他的？把命留下！苏青，你怎么样？哪里受伤了？陛下，臣没事，就是有点晕车。你这个骗子，你明明是去送死的，为什么要回来？为什么要为了朕？因为臣突然发现地狱里没有陛下，那里太冷了，臣怕冷。投降！我们投降！这是上帝的惩罚！东方有神灵庇佑！大千万岁！苏大人万岁！最终战役结束，检测结果：宿主未死亡，自杀任务失败。意料之中，失败就失败吧，在这个世界当个富家翁也不错。但是，检测到宿主声望值已突破数值上限，达到万事失败再造乾坤级别，触发隐藏通关条款，系统判定宿主已完成精神上的涅槃。恭喜宿主，回归通道已开启。什么？您现在可以选择立刻脱离本世界，回到2026年，奖励发放，现金1万亿，永生体质，倒计时10分钟。1万亿，永生，空调、WiFi、手机，只要按下这个按钮，我就能离开这个没有抽水马桶、没有抗生素、动不动就要砍头的鬼地方。我做梦都想回去，那是我的家，那是文明世界。可是，在现代，我是苏长歌，一个为了房贷和 KPA 奔波的社畜。就算有了1万亿，在大前，我是苏神仙，是他们。宿主，永生是人类的终极。你离开后，大前的时间线对你来说将瞬间静止。永生，如果永生意味着要看着他们历史书上冰冷的文字，那这永生就是最恶毒的诅咒。苏青，你怎么了？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别走！朕命令你别走！是不是黑白无常来了？系统，由于我太刚正，我决定违约。去你大爷的1万亿！去你大爷的永生！老子不走了！
陛下，陛下，我在，朕在。臣刚才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梦？梦见有人给臣1万1两银子，还要让臣长生不老，求臣离开陛下。那你答应了吗？臣拒绝了，因为臣发现那1万1两银子买不来陛下剥的一个橘子。傻子，你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。是啊，傻人有傻福。再见了，2026。你好，大钱。从今天起，我不求死了，我要带着这帮可爱的古人，去看看真正的星辰大海。老夫，我刚才听到房梁上有咯吱声，是不是魏党的余孽？是不是西方联军派来的刺客？少爷，那是壁虎，武明大人亲自带着200名神策营精锐围在院子里，外面还有3层巨马。刺客除非会土遁，否则绝对进不来。屁！万一他们有滑翔机呢？万一他们有重弩呢？我是凡人，我现在只是个会流血、会生病、会死掉的普通人。传墨家巨君，让他把京城改造成所有苍蝇飞进来都得对他耗的铁桶，太薄了。这钢板才5寸，给我加到1尺。缝隙里不要用普通石灰，用那种特制的混合粘土加铁砂。我要让这墙能防住200毫米口径的重炮。您这防御简直是在防天灾啊！陛下，这城墙还是不安全，臣建议把护虫河再挖深10米。朕懂了，苏青，你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全世界，大钱的京城更是不可逾越的文明禁区。苏大人这是在向西方治国示威啊！如此雄厚的财力，谁敢拿下小强？他是在修大钱万世太平的根基啊！我只是想睡觉不被抹脖子，你们脑补个什么劲儿？大人，刺杀苏长歌的计划必须取消。他已经不是人了。苏府周围的地砖下面全埋了地雷，墙上通了那种能把人电成焦炭的妖火。那城墙呢？城头上的哨箭炮，我亲眼看见一只不知名的野狗靠近，瞬间被扫成了肉泥。苏长歌，他算准了我们所有的动作。苏长歌这是在瓮中捉鳖呀！不仅要防外敌，更是在无声的告诉我，只要他醒，这座京城随时能变成绞肉机，撤把远走海外。苏青，因为你这项防御，西方5个帝国的求和信今日已经堆满了预案。他们说，只要大钱不把那种钢铁怪兽开到他们的首都，他们愿意交出所有石油。求和了？我还没开始修碉堡群呢。丁，由于宿主极度怕死带来的过度武装，大钱国防等级提升至 S 级，声望值举世皆惊。宿主目前状态绝对安全。系统，你滚啊！老子连回归的机会都没了，现在还要过这种连大声咳嗽都怕肺炸掉的日子。长、短，这是幽州知府的信号。他在午宴上多喝了2杯，居然跟小妾说我的坏话，记下来。还有，西域那边的电报呢？阿什纳部落有没有变动？大人，这有线电报简直是神迹，以前从幽州传信要3天，现在只需要30秒。这蜂鸟情报网让大钱所有的阴影都无处遁形。我只是怕有人在几百里外密谋造反，我好提前坐火车跑路。信息不对等太可怕了，必须实现全球全时段监控。苏长歌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，即便他有探子，走山路也得半个月，等信送到，大事已成。提督大人让我转告你，你的字写得太丑了，建议去京城天牢练练书法。带走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顺西而至？苏青，这就是你说的地球村？大钱境内的任何风吹草动，竟然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陛下，恐惧源于未知。当我们掌握了所有真相，我们就掌控了所有的命运。苏青，你为了让朕这皇帝做得安稳，竟然不惜逆天而行，在大钱的土地上铺满了这些神经元。你这份心，朕无以为报。陛下，你真的想多了。我只是想在刺客还没出门前就知道他穿什么颜色的裤子。无名，还不够快！我要在大海底下铺设电缆，我要让极西之地的查理武士连晚上翻几次身我都知道。大人之志，在为全球统合，这不就摩斯码便是万国之语，微臣誓死效忠。当个凡人太累了，不仅要防暗杀，还得防这种消息延迟带来的新种。去，把蒸汽驱动的继电器再扩建2个。听说了吗？苏大人发明的顺风耳，昨天又抓了3个洋鬼子间谍。丁，宿主建立全球第1套即时通信网络，声望值神格化，科技点疯狂跃迁，宿主生存系数 SS。系统你大爷！我都退掉1万亿奖励了，你还给我涨声望？老夫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是不是染上那场南方的疫病了？快，把全京城最好的郎中都抓过来！大人，您脉象沉稳，只是被茶水的烟气呛到了。胡说！凡人的身体哪怕是一个细菌、一个病毒都能致命，一旦引发败血症或者肺炎，在没有抗生素的古代，我就算有9条命都不够死的。去，在大理寺后山圈一块地，建立大钱皇家生物实验室，告诉他们，要是做不出我想要的那种神仙路，大家都别想过年。就是这个青绿色的霉菌，
给我提纯，用蒸馏水，用酒精，用各种办法，哪怕烧光国库的银子，我也要那几滴金黄色的原液。苏大人是不是真的复活后脑子坏了，让咱们天天摆弄这些烂局子？闭嘴！苏大人之前治愈天花、换血救人，哪一次不是神迹？他这是在提炼长生不老药啊！把这些提炼好的青梅神露给他们服用。我得先在这些人身上做活体实验，看看提纯出来的有没有毒。万一我自己喝了过敏死了怎么办？苏青，朕终于明白了，你之前表现出的极度怕死，其实是在感悟众生的苦难啊！你怕死，是因为你爱着人间。你发明这青梅神露，是为了让大钱的子民从此不再受阎王的威胁。陛下，臣真的是怕死。苏大人，你为了救万民，甚至不惜以身犯险，接触那些烂霉之物。苏上人万岁，神仙保佑！我只是想给自己弄点抗生素保命啊！为什么全世界都觉得我是圣人？系统，求你了，杀了我吧！因宿主开启文明级医疗革命，人均寿命预期提升20年，声望神获得成就死神事业，系统容量回升100%，开启最终章节。大人又为了苍生累倒了，快传太医！快，再快点儿！无名，你带人守住出风口，一旦漏气，立马给我补上。这叫清气，懂吗？稍微一点火星子就能把整个流源炸平。大人，您说这清气是天上的清灵之气，能载人上天，这简直是仙家手段啊！老子是怕了那些飞檐走壁的刺客，以前有系统不怕剑，现在老子站街上都怕有人从房梁上给我一记闷棍。只要老子在大千京城商城怪满周围，方圆10里谁敢掏刀子，我一眼就能看清。东城门口那个卖烧饼的，袖子里藏的是什么？锦衣卫，去查他。还有那个在小巷子里鬼鬼祟祟的，手里拿的是不是暗弩？大人，您这坑中之眼，让大钱京城再无视觉盲区。哈利皇帝让我们来暗杀苏长歌，可这还怎么玩？刚才刚把暗号写在手心里，天上的那个大球就晃了一下，我怀疑他们连我的掌纹都看清了。苏长歌已经修成了千里眼，咱们只要心里生出一丝杀机，那天上的球就会降下天火。撤吧，这大钱没法待了。苏青，朕原以为加厚城墙已是极致，没想到你竟能御气升空。你这是在替朕巡视人间吗？陛下，臣只是想看得远点，预防火灾，预防一切。你看，他明明是为了保护朕，却非要说是在预防火灾。苏青，你这颗心真是让朕又爱又疼。丁，宿主建立全球首个空中防空监测体系，声望值突破大气层级，获得成就全知之主。巨子，我之前让你设计的神龙1号进展太慢了，我要的不是那种拉货的笨重车头，我要的是能瞬息千里的龙0号。我要在整个大钱境内铺设复线铁轨，所有的准木必须加装弹簧，所有的轨道必须用最光滑的精炼钢。我要这车从京城开到最远的边境，只需要3个时辰。3个时辰跑完3000里，大人的要求简直是在挑战物理的极限。不，你们不懂大人的深意。大人推行这大钱高铁，哪里是为了他自己？他是看准了大钱版图扩张太快，他这是要给大钱神级经络啊！只要路通了，凡铁轨所到之处，皆为大钱咽喉。为了大人的雄才伟略，哪怕烧光我们这把老骨头，也要把蒸汽压力提升到极限。快点火！只要这车够快，刺客的腿跑断了也追不上我。万一京城哪天有人造反，老子一个汽笛直接逃到西域，看谁能逮住我。苏青，这就是你送给朕的礼物吗？这不仅仅是速度，这是你对这大千的掌控力。你让千万里的距离缩短成了一次午睡的时间。京城的援军走陆路起码要2个月，走水路也要1个月。哈哈哈哈！等他们到了，咱们早就把这里抢光了。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这不是战争，这是身法！撤退，快撤退！陛下，苏大人的急速动员理论彻底改写了兵法，从此以后大钱境内再无远近之分，因为只要有铁轨，我们的军队就是瞬移的战神。苏青，朕以前总觉得你怕死，现在朕才明白，你为了不让一寸国土蒙手，竟然强行创造了这缩地成寸的神迹。啊，陛下，臣只是觉得这列车逃命比较快，顺便带点兵自卫。记住了，不管外面吹得多么天花乱坠，纸币那玩意儿就是纸。万一哪天大钱发不出工资了，只有这些黄灿灿的东西能保我的命。传我密令，从今日起，大钱宝钞正式挂钩黄金，所有的国际贸易，不管是卖火药、卖化肥，还是卖咱们那个青霉素，通通不准收碎银，更不准收什么外国货币，只要黄金。只要他们想在大钱买东西，就必须把他们国库里的黄金都给我搬到这儿来换宝钞。我要让大钱的纸比他们的金子还贵。老夫，你看，
我就说黄金能使鬼推磨吧，要是没这些黄金，万一哪天我流落街头，谁给我打扫卫生？苏大人也太狠了，我们的黄金全都被大钱吸干了。现在我们帝国境内百姓拿着银币买不到1粒化肥，甚至连一张车票都买不到。这就是苏大人的规矩，凡大钱之物皆以金定值。你们要是没金子，那就拿矿权来抵，拿港口来抵，或者让你们的公主郡主来京城勤工俭学，赚取外汇。苏郎，你这招金本位可把那帮查理皇帝气疯了。听说西方几个帝国的货币已经贬值成废纸了，他们的皇帝现在连肉都吃不上了，只能靠大钱的贷款活命。老子要是把全世界都吞了，以后老子就是唯一的金主爸爸，简直是神迹！苏大人推行金本位不到半年，大钱的黄金储率已经占到了全球的90%。现在全世界的贸易都要看大钱的脸色。苏青，朕原以为你只是懂格物，没想到你对这货一字之道，竟然也掌握了生杀予诺的权柄。你为了让朕统治这个世界，竟然让全球的财富都流向朕的脚下，这份情朕要怎么还？巨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挡住西方列强那种最新的穿甲铅弹？大人，这轿厢是用钨钢和稀有钛矿熔炼的，厚达3寸，里面还衬了10层西域金蚕丝。别说火枪，就是把城头那尊震天石拉过来近距离轰，它也顶多是掉块漆。万一刺客在街道两旁的酒楼里预埋了上百斤火药呢？万一他们用枪里磁铁吸住轿子，再放毒烟呢？在轿子底部加装高压排气系统，窗户玻璃再加厚一层。还有，给我在轿顶装4个全自动旋转弩机，只要感应到杀气，不，只要有人靠3丈之内，直接警告射击。即便贵为王侯，亦不可有丝毫懈怠。此乃大钱设计之陛下，自太祖开国以来，异姓不得封王，更何况是权限大过天的镇国摄政王。苏长歌虽有大功，但此举乃是动摇国本，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赐苏长歌金银1万两，美女1000人即可。金银美女，你们是在羞辱苏青，还是在羞辱朕？苏青为了大钱单车冲阵，毒箭穿心，死而复生。她的身体至今仍极度衰弱，皆是为他朕所累。苏青不要封赏，她甚至连巡游都想推辞，是朕非要给她这份荣耀。谁再敢言，红头猫腻，诛9族！这个角度，刺客如果从3点钟方向冲过来，界各地有军锤砸店的人在走中闪速下来，少界炮能覆盖，但是万一有地洞怎么办？老夫，快让前面的开路军用重锤砸地，看看有没有空响。快看呐！苏大人为了不显摆，竟然把轿子做得如此质朴，连个花纹都没有，全是黑漆漆的铁板。苏大人这是在向万国宣誓，大权的骨头就像这铁轿子一样硬，他做的哪是轿子，那是大权的脊梁骨啊！苏青，朕知道你淡泊名利，但这王位是大钱给你的承诺，从此以后，这天下你我共有。陛下，臣一定加强安保，不辜负这份危险的头衔。无名，你看看，这些地方号称海外仙邦，万一他们哪天突发奇想，派几个死士坐着小船，趁着大雾摸进京城，躲在我床底下怎么办？大人，那里离京城有3000里，且那些岛民连像样的火枪都没有。3000里算个屁！只要他们还是外国，我就没法查他们的集火，就没法在他们的街道上装监控，我没法保证他们每一个人的底细都是干净的。启动武装贸易计划，把所有的邻国公海、所有的岛屿全部变成大钱的行省。我要让这世界上再也没有边境这2个字。大人雄才伟略，预定万世之太平。看到前面那个出产香料的小国港口了吗？发起语，告诉他们，大钱送福利来了，只要并入大钱，我们免费给他们修铁路、送青霉素。如果不愿意，那就把咱们神机营研发的那种白磷燃烧弹先试射2发，帮他们清理一下港口的卫生。苏郎，你这招武装贸易简直是降维打击，那些国家的土王为了求一张大钱宝钞，已经把祖坟都抵押给咱们了。我这是在清理治安隐患，只要全世界都是我大钱的子民，那这世上就没有刺客了。查理皇帝，摄政王大人说了，他最近觉得西方的空气质量不好，影响了他的呼吸系统，为了他的健康，大钱决定全面接管你们的矿山、军营和政府。接管？那我的地位？大人说了，他怕你由于权力欲望导致心理变态，从而产生暗杀他的念头，所以请你去京城养老。大人，奇迹，简直是奇迹！仅仅1个月，咱们的行政区域扩大了5倍，现在全球80%的陆地都已经统一在龙旗之下了。5倍！我操！那岂不是意味着我有更多的刁民要管理？岂不是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能想刺杀我？快，无名，让科研所加速研发有线电视监控系统，我要在每一个村口都装上摄像头。宿主完成全球大一统雏形，获得称号文明收割者。宿主当前防御等级星际级。无名停！你看那堆废纸楼后面是不是藏着个拿弩箭的刺客？大人，那是风吹过来的烂菜。菜叶也不行，刺客最擅长利用黑暗，黑暗是邪恶的温床，是暗算的遮羞布。只要这大钱还有一处光照不到的地方，老子就觉得自己脖子后面凉飕飕的。我要大钱所有的城市全部取消夜晚，我要让这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在深夜都如同正午一样刺眼。给我顺着铁路把电线拉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
所有的街道每隔5米给我立一根电线杆，灯泡亮度给我调到最高。大人，您这是要代天行令啊！这交流电一出，万家灯火再也不必依赖牛油蜡烛。您这是在大前建立了一座人间天宫啊！老子是为了让刺客只要一抬头，瞳孔就被晃成瞎子，只要到处都亮得像审讯室。我看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暗杀老子！天哪！太阳掉到咱们京城来了，苏神仙显灵了！苏大人说了，光下无罪，咱们要活得精神。他们在干嘛？这难道是某种祭祀刺杀我的邪教仪式？锦衣卫，去把那个领舞的抓起来！大人息怒，百姓们说这叫苏氏太平舞，因为您给了他们光明和安全感，他们才敢在深夜如此欢庆。他们在赞美您这位雷霆主宰啊！苏青，朕以前最怕天黑，因为黑暗中总有斩不尽的野心和看不见的杀机。是你亲手撕碎了黑暗，你不仅护住了朕，还给这天下的每一个子民都送去了一轮永不西沉的太阳。苏青，你就是大前的太阳。陛下，只要能让臣看清这路，臣就死而无憾了。丁宿主强制推行全球电磁化，全人类告别蒙昧时代，声望值创造神级，获得称号永恒之光雷霆大帝。系统，我真的是怕黑啊！求求你别再给我加戏了。尚书，你看看这些年轻人，整天在街上游手好闲，要么练武，要么喝酒，这太危险了。万一他们哪天脑子一热，觉得刺杀我能成名怎么办？大人，大前现在国泰民安，年轻人们都在歌颂您的功德，怎么会？方患于未然，精力旺盛是万恶之源。我要让他们没时间想那些乱七八糟的。传我令，实行全境强制性9年义务教育，所有的孩子不管出身贵贱，全部给我关进学校。早自习、晚自习、周考、月考，给我布置写不完的作业。我要让他们一回家就想睡觉，梦里全是勾标定理，看谁还有力气去练暗杀。同学们，苏大人说了，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。解不出这道物理题，你们将来拿什么建设大前？拿什么报答苏大人的活命之恩？苏大人这真是狠啊！我昨天晚上写大前律法背诵，写到凌晨3点，现在满脑子都是法制，连跟我妈顶嘴的力气都没了。唉，知足吧，苏大人这是在救咱们。听说隔壁班那个想当第一刺客的家伙，因为数学考了0分，被他爹吊起来打，现在已经决定弃武从医，研究青霉素学。苏青，朕起初以为你只是想整顿治安，没想到你竟然是在为大前挖掘人力的宝库。通过这繁重的学业，你不仅剔除了年轻人的戾气，还从中筛选出了支撑文明跃迁的脊梁。苏青，你这思想改造是给大前换了一神之心啊！陛下，臣只是觉得多读书总没坏处。无名，你不觉得这安静的很诡异吗？是不是刺客在搞大动作？大人，这不是诡异，这是盛世的静命。在您的感召下，大前整整一代年轻人的灵魂都沉浸在真理的海洋里，谁还敢？谁还会生出杀心？宿主推行全球思想启蒙与教育体制改革，大前科技树开启，核裂变级别加速，声望值万古长鸣。你只是想让他们没空打架，为什么大前现在连自动步枪的蓝图都快画出来了？孩子们，不能再等了。苏长歌正在用他的电灯和作业吸食我们子民的灵魂。现在连我们的农夫都开始研究氮肥，而不去礼拜了。集结最后的100万十字军，大前虽然火器厉害，但他们人少，我们要用人海战术冲进京城，升起苏长歌，夺回我们的黄金。为了上帝，杀掉妖臣苏长歌！无名，看清楚没？那些疯子手里拿着十字架就冲过来了，太恐怖了！千万别让他们靠近我5里之内。开火！不管是大炮、地雷还是什么，统统给我砸过去！火力松开！让这地平线连只蚂蚁都站不住！马克星火莲阵组开启。不，这不是战争，这是上帝在亲自抹除我们。别打了，我们投降！苏大人，您就是上帝，唯有神灵才能掌控这种雷霆之脸。上帝一定是不忍看我们这些罪人执迷不悟，才穿上了大前的官袍来惩罚我们。上帝，我他妈是在自卫啊！你们人多的吓死我了，知不知道？苏青，为了震慑这些顽固不灵的蛮夷，你竟然被迫动用了这种有伤天和的神器。朕知道你杀生是为了止杀，你这颗悲悯之心真是……陛下，臣真的只是怕死。丁宿主以宇宙级获得称号，战争永恒的终结者。
苏郎，我带着整个草原的嫁妆回来找你了。欢迎阿诗那王妃回京！各位，求你们了，回去写作业好吗？别在这儿转悠了，我有被害妄想症，你们围着我，我呼吸困难。苏郎，我才走了半年，你这儿是打算开个万国女子学院吗？阿史那妹妹回来了，辛苦了。这些都是战败国的家眷，苏青是为了让他们感悟大前文明，才把他们留在身边的。感悟文明？我瞧着他们都在感悟苏郎的体温呢。苏郎现在是凡人之躯，没有半点武功，若是被你们这些狐妹子暗算了怎么办？陛下，我提议成立郑国女子禁卫军，由我挑选最强的草原女战士，贴身保护苏郎。准了。朕也会从神策营中调派最精锐的女校尉。苏青的安全确实是重中之重。我们也愿意参加特训，我们要保护苏大人。无名，你告诉我，这就是绝对安全吗？大人，虽然2位主母和各国公主都在争宠，但他们每个人都释放出了毁灭级的保护欲。现在即便是一只带毒的蚊子，也别想在不经过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叮你。我宁愿去挡箭，这修罗场比核武器还恐怖啊！听着，今天要是出一点差错，我就在大理寺给你们每人预定一个单间。无名，外面的防空氢气球升上去了吗？方圆10里内的居中制高点有没有锦衣卫蹲守？我要保证连一只带菌的苍蝇都飞不进这院子。少爷，你已经3天没合眼了，陛下这是顺产，御医说一切正常。正常个屁！老子现在没系统了，万一有个大出血感染什么的，我拿头去救。这孩子可是老子在这个世界唯一的血脉，谁敢动他，老子就把这地表理一遍。苏青，你穿成这样真丑。闭嘴，省点力气。等你生完了，老子给你造个最先进的育儿室，地板都用黄金铺，每天用紫外线消毒。苏大人的孩子出生了，大钱的龙脉续上了。天佑大钱，恭贺摄政王，恭贺陛下。大人，您的牵挂由我来守，任何想让这孩子不平安的人，我都送他们去投胎。这么小，这么软，回不去了。就算现在给我一扇传送门，我也走不动路了。苏青，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就叫苏平安，我要他一辈子平平安安。谁敢让他不顺心，我就让这世界不安稳。无名，我总觉得今晚的风声不对，那种频率不像是自然的风，更像是某种绝顶轻功带动的气流。大人放心，府邸外围有3000名配属马克勤的神策营，院内有全自动连发弩机，哪怕是当年的魏相重生，你进不来。闭嘴！永远不要带过一个刺客的毅力。我现在是凡人，凡人被割了脖子也喷血。系统那个混蛋回收了我的因果律护盾，我现在连摔个跟头都怕骨折。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，快把我逼疯了！苏长歌，你用钢铁武装了这座城，用雷霆照亮了黑夜，但你忘记了，人心中的恨是光照不到的。为了这一刻，我废了双腿，只修双手，只要一针。你那号称神医的本事，也救不了你自己。哼，找死！结束了，伪神！兄弟，你这10年练得很苦吧？可惜时代变了。我都说了这安全，你们非说我是神。凡人打架还是靠火药比较踏实。大人，您刚才用的是掌中雷吗？微臣竟然连大人的动作都没看清。平安啊，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没仇人，所以爹把这全世界的邻居都变成了咱们家的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苏青，
西方陆国的最后一份并入文书昨日也签了，从此这欧亚大陆再也没有过界，只有大前行政区。没国界好啊，没国界我就能实行全国统一的身份证管理和人脸识别了。这下我看刺客往哪儿跑。从今日起，凡江河所至之地，皆为和平之乡。如有违者，虽远必诛。这不是人的力量，这是神迹。苏大人不是在征服我们，他是在强行带我们走向神界。我们以前竟然想跟这样一个怪物开战，上帝保佑，他竟然愿意给我们修铁路。苏青，世界统一了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去抓鱼，还是去种地？警告警告！由于大前文明发展速度过快，已产生因果律过载，现代时空的逻辑基础已瓦解，时空悖论正在修正。宿主，您必须做出最后选择，要么献祭大前文明，要么献祭您自己，以此抵消因果。系统，你大爷的！老子辛辛苦苦把这世界推平，你现在告诉我，我要么当刽子手，要么当死人。平安，平安，看这个，等你长大了，爹给你造个真的坦克当大玩具，好不好？老夫，你刚才看见那波浪鼓变色了吗？没有啊，少爷，老奴瞧着一直挺红火的。该死，是复活后的后遗症，还是我最近安神药吃多了产生幻觉了？系统，你给我出来，别装死！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谁？出来！时空错乱，苏大人预言的妖邪作祟，真的来了！监察司报告，京城有上万名百姓报告看到了鬼魂，甚至有人看到死去的亲人出现在街头。摄政王大人，难道是我们大前太强了，惹怒了天人？陛下，是我这个病毒把这个世界弄得超负荷运行了。宿主，最后的警告，大前现在就像是一辆装了火箭发动机的马车，木头轮子已经快要散架了。当大前彻底消失的那一刻，您和您的爱人、孩子以及这盛世都将化为虚无，您必须做出修正。修正？怎么修正？让我把这一切都毁了，让我的子民回到那个啃树皮的年代。进入最终章，平行时空的偿还。去他的因果律！老子一定要保住这个家！宿主看这边，这是您原本的世界。爸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逻辑自洽法则，由于宿主强行开启了科技革命，已经彻底吞噬了未来的进化空间。你在这里每创造一个奇迹，你那个世界的根基就被挖掉一块。现代世界正在因为大前的盛世而彻底消失。苏郎，你做噩梦了？你一直在喊妈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阿史那，如果让你在整个世界的命和我的命之间选一个，你选什么？选你的命。世界没了关我屁事，长生天会带走所有人。那个养育了我的现代世界，那里有几十亿人，有我所有的过去。苏青，你有心事。你看着这些子民的眼神，不像在看家人，倒像是在看一群即将消失的蝴蝶。陛下，如果有一天我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，甚至连史书上都没有我的名字，你会记得我吗？苏长歌，你听好了，哪怕这天地重归混沌，哪怕朕的灵魂被撕碎1万遍，只要这世上还有一粒尘埃，那尘埃里也一定刻着你的名字。除非朕死，否则谁也别想从朕身边把你带走，神也不行。倒计时120小时，若120小时后，宿主不开启时空对撞献祭，现代世界将彻底被抹除。届时宿主将作为唯一幸存的非法数据，被位面意识彻底抹杀，包括您的所有血脉。想抹杀老子的儿子，想抹杀我的世界。系统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老子是个穿越者，老子以前就是靠钻漏洞活下来的。你想让我选，老子偏不选。我要让这2个世界都活下来，
108小时。如果我消失了，系统的力量会带走这些跨时代的造物，但我写下来的东西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知识。只要知识还在，大钱的文明就不会瞬间崩塌。平安，爹没本事，爹本想给你造一个谁也打不进来的钢铁城堡，想让你当这个星球的小霸王。可现在爹才发现，爹连自己能不能陪你过招税都不知道。少爷，您最近总是在写东西，连觉都不睡，是不是在给小世子准备抓周的礼物？算是吧，一份他可能一辈子也读不懂，但必须有人记住的礼物。巨子无名，听好了，这盒子里是我这几年的心血。如果有一天我因为修行圆满或者白日飞升消失了，你们就把这盒子交给陛下。大人，您这又是何必？大钱现在离不开您啊！即便没有我，大钱的轮子已经转起来了，谁也挡不住。你们要守好它。别像老子一样，整天为了什么世界线、什么因果律去拼命。平安，你就平平安安的活到老。以前想死是为了回去，现在想活却是因为回不去，也留不下。系统，如果真要献祭，能不能把老子的记忆留在这个世界？红衣，你看这植物的杂交规律，还有这大地的构造，都是有迹可循的。红衣，记住，万一以后大旱，去西南那边的深山里挖，那里有我留下的深水井，还有那些西方总督如果不听话，你就……苏青，怎么了？你今天说的话比过去1年都要多，而且每一句都像是在交代后事。苏青，朕虽然不懂你那些格物之学，但朕懂人心。这半个月来，你加固了城墙，留下了日记，封锁了国库，甚至连平安的奶娘你都亲手换了3遍。你在害怕，不是害怕刺客，而是在害怕离别。别看，苏青，这天地都要塌了，你还要瞒着朕到什么时候？告诉朕实话，你是不是又要去那个没有朕的地方了？陛下，如果我说我来自2000年后，而因为我在这里做得太好了，导致那个未来正在消失，如果我不走，这2个世界都会一起陪葬，你信吗？朕信。所以你要去那个世界当一个活着的死人，然后把朕和平安留在这个没有你的盛世，对吗？不准，苏长哥，朕不准！你要带他走，就把大钱的一草一木都带走，朕不要什么盛世，朕只要那个整天疑神疑鬼、怕死怕的要命的奸臣苏长哥。红衣，对不起。苏青，你若真走了，朕就拆了你修的所有铁路，关了你建的所有工厂。朕要让这天下重归战火，朕要让这文明彻底倒退。既然你为了救2个世界而牺牲，那朕就毁了这2个世界，让你永远欠着朕的。陛下，你看那是什么？锦衣卫，稳住秩序，所有人撤离主干道。警告：时空过载率已达99.9%，大钱文明的跃迁已经彻底透支了2000年后的资源，平衡已碎，重启程序即将执行。重启？重启是什么意思？大钱世界将被出厂化，所有与宿主相关的记忆、技术血脉、文明产物将全部被抹除，世界回归原本的封建农耕时代。宿主的爱人、孩子都将……当初让我来作死的时候，没想会有这种后果。唯一的补救方案，宿主立刻回归2026年，利用复活币插件填补回未来的现代时空，以此抵消由于文明提前跨越所产生的负伤。苏青，天要塌了吗？不，天不会塌。老子修了那么厚的城墙，天塌了也有老子顶着。系统给出了最后通牒，只有3小时，如果不走，平安会在我怀里变成一滩代码，红衣会忘记我是谁，重新变成那个在龙椅中任人摆布的傀儡。我没得选。苏郎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去杀谁？
只要你一句话，我把这天给捅个窟窿。大人，机器在停转，电在消失，老朽不信邪，老朽去守着发电机。不用了，去陪陪家人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倒计时60分钟，请宿主步入回归之门。奸臣苏长歌，这次是真的要去赴死了。阿什纳，草原上的狼如果快死了，会去哪儿？会找个没人的山谷，静静的趴着，不让狼群看到他的虚弱。我要去那个山谷了。平安，以后拜托你教他骑马，别教他那些格物学，太累了。苏长歌，如果你不回来，我就杀进那个黑洞里去找你。草原的女儿不哭，你是战神，你要守好西北。苏大人，这世界是怎么了？神仙打架了吗？没事，大爷，只是跳闸了。待会儿老子去把保险丝接上，回家睡吧。明早起来，太阳照样升起。大人，微臣愿随大人同去。无名，这次我想一个人安静的走。你还是决定要走？红衣，我只是一个凡人，我救不了天，我只能救你们。如果你消失了，朕会带着大钱在没有你的世界里，活得比你在的时候更灿烂。朕要让你在那个冷冰冰的未来，一翻开史书，每一页都写满了朕对你的思念。好，那咱们约好了。步入大门，因果闭环。现代时空重启，宿主重获1万亿现金与永生。大钱世界将作为独立存档保留，但宿主永世不得再次降临。1万亿永生，2026。哼，系统，你刚才说大钱是个独立存档？去你大爷的回扣！老子发现了一个 bug。宿主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是时空自杀，快进入大门，否则数据会冲爆你的灵魂。你不是说大钱承载不了这些文明产物吗？那我就把这无穷大的声望值全部转化成能量，强行扩张大钱世界的硬盘。老子在这世界救了1000万人的命，开了1000年的智，这所有的功德和名望，老子都不要了。系统，给我转化！头疼。系统，老铁，出来接客了。你没走，你没走。陛下，臣现在只是个普通人了，没武功没外挂，连感冒了都可能病死，你还养我吗？朕不仅养你，朕还要封你为大钱第一软饭王。红衣，你看看这画质，还是不如我家乡的4K 啊。你就知足吧。平安刚才电报回来说，咱们大钱的铁甲舰已经绕到那个什么美洲去发现印第安人了。红衣，当年那1万1两银子和长生不老，我还是觉得亏了。亏什么？你不是赢了一个天下，还赢了一个朕吗？其实，这也是最好的安排。